早排 Gemini 就正式開放俾香港用家，相信有睇我哋嘅教學片嘅話，依家已經識得用 Gemini 嚟幫輕下自己嘅工作同日常㗎啦。不過 Gemini 咁多人用又夠全能，都唔代表佢就係唯一嘅 AI 工具選擇嚟嘅。今次呢條片就同大家睇下2026年香港人用到嘅免費 AI 工具，想早早脫離一問一答嘅 AI 應用，今次呢條片就真係要睇到尾啦。喺開始之前都要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之後我哋都會繼續為大家帶嚟唔同嘅 AI 工具應用教學，唔想錯過嘅話就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講到日常工作，無論係寫 report 定係度新橋，第一步通常都係資料搜集。學識點樣利用 AI 搜尋去幫我哋做 research， 都算係今時今日嘅第一實用技能嚟㗎。雖然依家大部分嘅主流 AI 模型都有網上搜尋嘅功能，但係佢哋嘅老本行始終都係生成文字，而唔係專門用嚟精準搜尋現實世界嘅最新數據。所以當你依賴佢哋去揾最 update 嘅資訊嗰陣，佢哋為咗俾個答案你，往往好容易會左拼右拼，甚至自己老作一啲嘢出嚟，即係大家都知嘅 AI 幻覺啦。玩過嚟嘅啫，嚇咁多嘢。要避免呢一啲幻覺，令到 AI 答得有根有據，就需要一啲擁有引述參考資料來源能力嘅工具啦。呢方面我哋都有兩大推薦嘅。首先就係好多人知，但係未必好多人識用嘅 Perplexity 啦。Perplexity 呢一個 AI 驅動嘅搜尋引擎喺整合答案俾你嘅同時，會附上清晰嘅來源連結，咁樣你就可以隨時 click 入去核對資料來源，減低引用錯誤資料嘅風險。而除咗 Perplexity 之外，其實近期都仲有一款新地嘅 AI 搜尋工具，就係 Google 嘅 AI 模式啦。同以往喺搜尋結果上面嘅 AI 概覽唔同，佢係一個專門為咗解決複雜問題而生嘅對話式搜尋體驗。而佢嘅特點就在於深度結合咗 Google 龐大嘅底層資料庫同埋生態，例如會提供相關連結，等用家可以直接去到目標嘅網址，又或者透過存取 Google Map 嚟令佢喺搜尋地點嘅時候提供更加準確嘅資料。不過當問題再深入少少，例如係一啲報告性質嘅問題嗰陣， Perplexity 提供嘅答案就詳盡唔少啦，而且亦都有更多嘅來源，相對就更加有參考價值。總結嚟講，如果你需要揾一啲比較即時 local 啲嘅資料， Google AI 模式就會係你嘅好幫手。而要進行一啲分析，又或者係偏學術嘅搜尋嗰陣， Perplexity 嘅答案就會更貼近你想要嘅嘢啦。資料就揾到啦，但係下一步要點樣將佢化成你嘅工具？例如係變成一篇結構完整嘅文章，又或者係一份俾你老細睇嘅 PowerPoint， 當然就需要更加多嘅工具去幫手啦。單講文字處理，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個個 AI 都係差唔多，咁我用翻 Gemini 都係一樣啫。冇錯，文字處理睇落係一樣嘅，但 Gemini 喺呢一方面其實有兩大弱點。第一，佢始終係外國模型，英文方面嘅處理能力就會好一啲，要佢寫中文唔係唔得，但佢嘅文法就始終都會怪怪地。而且一寫啲比較長嘅文章，就好容易見到佢寫嘅文字非常千篇一律啦。第二就在於上下文處理嘅限制啦，大家冇留意開可能唔知，我哋每次同 AI 溝通，其實都有一個 token 嘅限制，而如果冇課金升級嘅話，免費 Gemini 每個對話 session 就只可以用到32,000 token， 換算翻中文字嘅話，最多只有4萬字左右。換言之，如果要處理一啲較大 size 嘅文章或者報告，佢就始終會遜色些少啦。咁如果真係用嚟做中文寫作嘅用途，用翻一啲以中文做訓練材料嘅 AI 就會比較適合啦。呢方面一定要提下 DeepSeek 啦。DeepSeek 嘅免費版本雖然目前仍然停留喺比較原始嘅文字對答模式，但由於佢嘅訓練材料有好大部分都係中文內容，對於中文語境嘅掌握就會比 Gemini 強得多。例如叫佢哋用同一條 prompt 去寫一首詩， DeepSeek 嘅輸出就明顯更加有文采，而 Gemini 嘅用字就比較顯淺一啲啦。
而值得一提嘅係，目前 DeepSeek 啱啱推出嘅 V4 新版本，喺推理、寫曲等等嘅表現贏晒其他國產模型之餘，喺免費網頁版本已經可以用到100萬 token 嘅上下文，換算翻即係可以處理超過70萬個中文字嘅內容，用嚟消化一啲長文或者報告，應該都係免費 AI 工具其中一個頂尖嘅選擇嚟啦。不過 DeepSeek 網頁免費版嘅用途始終都係唔夠多，想要個 AI 工具可以幫你做到更多嘢，同時又擁有差唔多級數嘅中文處理能力，近呢一年火速崛起嘅 Kimi 都算係喺免費嘅額度入面提供到唔錯嘅輸出啦。Kimi 由中國團隊 Moonshot 開發，底層邏輯同訓練數據打從一開始就以中文為核心，但係佢除咗文字處理嘅功能唔錯，最重要係加入咗 Agent 功能，喺文字以外仲可以幫你生成文件、網站同 PowerPoint 等等。例如我想要一份分體式冷氣嘅 PowerPoint 咁啦，就只需要 click 入佢嘅 PowerPoint 頁面，揀翻想用嘅主題風格，再輸入一句簡單嘅要求，佢就識得自己生成唔同嘅頁面，甚至會喺網上面搜尋資料去做出呢一份圖文並茂嘅 PowerPoint。雖然免費版本嘅 Kimi 會有一定嘅用量限制，好似頭先呢一份15頁嘅 PowerPoint 都已經燒咗我接近80%嘅免費 credit 噶啦。但係其實大家要認清一點，如果真係要應付重度嘅工作需要，長遠嚟講要完全唔俾錢都真係幾有難度嘅。Kimi 就算係喺免費額度入面提供到唔錯成果嘅工具之一，對於心思思仲諗緊俾唔俾錢去用 AI 嘅用戶嚟講，都叫做一個唔錯嘅入門嚟嘅。如果你都仲係需要用 AI 幫自己做 PowerPoint 嘅話，之前我哋都推介過 Gamma， 一樣都有提供一定嘅免費額度。無論你俾份詳細嘅報告佢，定係簡單打一句 prompt，Gamma 都可以幫你將內容轉化成一份排版整齊、有圖有字嘅專業級簡報。如果有啲位唔滿意，仲可以直接叫 AI 幫你微調。平時返工 present 俾老細睇，又或者見客做 pitch deck，用佢做出嚟嘅效果已經相當得體，絕對可以幫大家慳翻一大半度排版嘅時間。不過喺親身試用咗一排之後，我發現其實 Gamma 都有佢嘅局限。佢最大嘅缺點就係排版框架比較死板，變相欠缺咗一啲自定嘅彈性。佢嘅圖同字通常都會被限死，要一格一格咁排。所以如果你對排版有特別要求，就唯有將份簡報 export 做 PPT 檔，再用其他程式執啦。而呢一個時候就到另一個 AI 工具 Canva 出場啦，佢可以直接編輯用戶上傳嘅 PowerPoint， 咁就唔使俾 Gamma 嘅排版限制住，而且 Canva 本身仲有 AI 圖像生成功能，等用家喺執排版嘅同時更改或者加入唔同嘅 AI 插圖。呢一個編輯器仲可以俾用家喺幅 AI 插圖上面做唔同嘅微調，例如係加一啲簡單嘅文字、圖案，甚至放另一張相入去都得。重點係全程唔使額外花費生成點數，比起其他嘅 AI 畫圖工具，加行字都要嘥 credit 再 gen 過，用 Canva 就可以慢慢將畫面砌到最啱心水為止啦。加上佢仲有唔少嘅獨特 AI 功能，好似呢一個魔法圖層咁，可以將上傳嘅圖像拆解成唔同嘅圖層，令你可以將相入面嘅唔同元素重新設計。不過呢一個功能都幾燒 credit 噶，所以溫馨提示各位，如果係冇課金嘅話，就記得慳住使啦。介紹完咁多免費嘅 AI 工具，其實最重要嘅都係要將佢哋串連埋一齊，由唔同嘅專才去負責唔同嘅崗位。舉個日常工作嘅例子，假設老闆叫我構思一份下期影片嘅建議，我就可以先用 Perplexity 或者 Google 嘅 AI Mode 去幫助搜尋最新嘅市場趨勢同埋有根有據嘅對手數據，然後將呢一堆資料直接交俾 DeepSeek 或者 Kimi 去幫手消化，整理成一份語氣專業、結構清晰嘅中文分析報告，甚至直接交個 PowerPoint 出嚟。最後，如果發覺簡報入面有啲配圖或者排版唔啱心水，就轉用 Canva 去再細執。成個流程由揾資料、寫稿、排版到視覺包裝，每個工序都交俾最擅長嗰個 AI 工具去處理。咁樣做唔單止大大縮短咗工作時間，出嚟嘅整體質素亦都比單靠一個全能 AI 去做高出好多，真正做到效率倍增。咁當然啦 ，AI 嘅進化速度其實真係遠比我哋想象中快。目前最新嘅應用方向已經朝住全自動化工作嘅 AI agent 出發，由 OpenClaw 引發嘅龍蝦魚熱，大概仍然會為未來1年嘅 AI 發展帶嚟重要影響。
不過呢一方面嘅應用就注定好難再喺免費嘅框架入面進行㗎啦。之後我哋除咗提供免費工具嘅介紹，大概都會繼續留意市場，為大家帶嚟唔同 AI 工具嘅功能同埋格價資訊。唔想錯過嘅話，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